大家好，我係陳尚希醫生，皮膚專科。今日同大家睇一個特別嘅個案。呢位男士年紀大概60歲度，佢嚟睇醫生就係因為頭殼同埋面上面長咗啲啡黑色嘅斑塊，嗰啲斑塊越長越大，有陣時仲會痕添。除此之外，嗰啲斑塊嘅頂部有時會剝落。但係過一排又會重新再長過出嚟，因為斑塊嘅數目越長越多，好多佢身邊嘅人都開始察覺嗰啲斑塊好引人注目。有陣時人哋問起，又要解釋一番。病人覺得咁樣太唔方便啦，所以就嚟睇醫生，睇下有冇啲乜嘢解決嘅辦法。同病人做一個詳細嘅檢查。發現斑塊嘅數目真係好多，大大細細夾埋都超過100粒。雖然斑塊嘅數目係咁多，但係做醫生嘅都需要逐粒同佢哋做仔細嘅檢查，因為始終醫生唔想錯過任何一個能夠喺早期可以捕捉到皮膚癌嘅機會。檢查發現斑塊存在喺皮膚嘅位置係比較表淺嘅。佢哋有皮膚過度角化嘅特質，而顏色都係尚算比較單一嘅深啡色或者淺啡色。檢查過後發現佢哋唔存在皮膚癌嘅特質，咁所以臨床檢查後嘅總結就係佢係一個脂溢性角化症。脂溢性角化症又有另外一個名，就叫做老人斑。佢哋係良性嘅皮膚腫瘤。觀察發現，患者係男性居多，年紀30歲打後就可以開始生㗎喇。脂溢性角化症喺初期階段係可以冇病徵嘅，即係唔痛又唔痕，係不知不覺間出現。咁但係時間耐咗啦，佢哋嘅數目可以越生越多，同埋可以越長越大塊。病人有陣時會開始感到痕癢啦。或者有時脂溢性角化自己會發炎，引致到紅腫痛嘅，或者好容易整損，會流血添。如果數目越嚟越多，甚至乎可以嚴重影響外觀添。有部分患者甚至乎會影響自信同埋損害自尊。所以細心聆聽病人嘅心底話都係好緊要㗎。脂溢性角化症生長嘅部位通常都係面啊、頸啊、頭殼居多，其次就係背脊、心口同埋手嘅背部。脂溢性角化症真正嘅成因暫時都唔係好清楚，但係我哋知道某啲家族入面嘅成員係比較容易患上脂溢性角化症，咁所以遺傳係一個重要嘅原因。咁另外年紀大嘅人亦都會大啲機會生啦，咁所以我哋覺得皮膚老化係生脂溢性角化嘅原因之一。如果患上咗脂溢性角化症就要小心啦，就唔好嘗試自己胡亂做判斷，因為脂溢性角化症好多時都會同其他惡性嘅皮膚病個外觀混淆咗一齊。我哋所指嘅就係黑色素瘤皮膚癌同埋基底細胞皮膚癌，呢兩種皮膚癌嘅外觀同脂溢性角化有時係幾難分嘅。咁所以如果有懷疑，就一定要睇皮膚專科醫生去做一個仔細嘅檢查。有陣時臨床檢查亦都未必可以判斷到，咁樣我哋就要借助皮膚活組織檢查。皮膚科醫生運用一個小手術嘅方法去提取皮膚組織，攞出嚟嘅皮膚組織就會拎去睇顯微鏡，去到仔細檢查皮膚入面有冇癌細胞嘅存在。因為如果皮膚癌能夠喺早期發現，佢哋嘅治療成功率係會大大提高嘅。至於治療方面，因為脂溢性角化係一個良性嘅腫瘤，如果冇症狀、數目少又唔大嘅呢，係可以唔需要理會佢嘅。但係如果相反，病人感到唔舒服，數目越嚟越大，同埋影響外觀，就可以考慮接受治療啦。
常見嘅治療方法有冷凍療法、電灼刮除術或者二氧化碳激光。如果脂溢性角化症嘅數目比較少，可以考慮冷凍療法。但係如果脂溢性角化症嘅數目係好多呢，咁就要考慮用電灼刮除術。電灼刮除術嘅優點之一就係可以喺短時間之內處理大量數目嘅脂溢性角化。攞今次個病人嚟做例子啊，我哋首先用麻醉藥膏嘅方法做局部麻醉，咁然後喺個別比較大嘅脂溢性角化上面就補上局部麻醉針。咁樣麻醉嘅方法嘅好處就係麻醉藥膏就可以對付一啲比較細粒嘅脂溢性角化，而大粒嘅脂溢性角化呢，就可以依靠打麻醉針。咁樣做，病人喺做手術嗰陣時嘅痛楚就會大大減低㗎啦。做依類型手術嘅關鍵就係點樣可以攞得最適當嘅平衡。咁究竟平衡啲乜嘢嘢呢？就係平衡復發同埋疤痕。如果要減少復發，我哋就要挖得比較深，將所有脂溢性角化嘅根部都挖埋出嚟。但係如果太過進取，挖得過分深嘅呢，就會增加疤痕嘅風險。但係相反，如果挖得太淺呢，之後脂溢性角化就好容易會復發啦。咁所以喺做每一粒脂溢性角化嗰陣時呢，醫生就需要攞一個最準確嘅平衡，能夠做到啱啱好，又唔會復發，又唔會有疤痕。手術後嘅護理亦都相當簡單嘅，只要每日洗傷口或者搽上消毒藥膏，而大部分嘅傷口亦都會喺2-3個月之內好返㗎啦。好啦，時間又差唔多啦，嚟同大家做個總結。今日我哋睇咗一個脂溢性角化症嘅個案，我哋用電灼刮除術去對付一啲數目比較大嘅脂溢性角化，能夠幫助到病人，令到病人康復返，係醫生最大嘅滿足感。皮膚病係好普遍嘅，而皮膚科真係一門好有趣嘅學科嚟㗎。如果大家同意嘅話，就記住點擊以下訂閱，撳埋個啷啷。如果有最新影片，就會通知你㗎啦。如果你懷疑身邊有人患上咗脂溢性角化症，記住分享俾佢睇添，等大家都認識下。好啦，今次講住咁多先，下次再見，拜拜。